因为反应很快。适逢下班尖峰时刻，路况拥塞，提醒驾驶朋友们减速慢行，安全第一。最后，天色渐暗，请开启大灯，确保行车安全。对生活的一切感到疲惫，反正就是一团乱啦，就是一团乱。跟丽娟吵架？没有，一直问很烦欸。是你怪怪的好不好？你怪怪我才问你耶。干嘛？干嘛妹？从头到尾都有很多突如其来的意外，我觉得都好。你就是心里会想 ，OK， 我要 A B C A B C， 但是为什么现实就是给你 B C D， 我就是 D A C 这样子？很久很久以前，因为我车案过，所以前面的提案到后面，我觉得过程中有很多可能填调完之后不适合拍摄，然后再来可能又是可能填调完，然后非常非常适合拍摄，我非常高兴找到他，然后他不接受拍摄，他很难照着你预期的走。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且行且循的一件事。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就是要怎么样进入那个田野场地，要怎么样跟你的被摄者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看小溪之所以我这么不能理解他，是因为我们两个差太多了。就是你虽然进入，但你根本没有办法融入这个地方，所以就会变得说，其实还是有一个隔阂在那边。为什么车上会有球棒？到一些家属可能很难过，或者是很在情绪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我们真的要拍这些东西吗？我们真的要再拍那些一直可能情绪在当下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人的时候，我们也会重新质疑说，我们现在是在消费他们吗？还是我们要怎么站在一个更贴近他们的视角，然后帮他们记录这件事情？后来拍纪录片之后，发现纪录片比纪录片更难的，因为纪录片就是全部都是你的，你可以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只要你说服你的组员，说服你自己。但纪录片你有一个责任，你有一个真实的框架在那里。我常常分不清，究竟我是在记录，究竟还是我在创作这个东西。他们是有共同点，但是他们还是有一点分别在。我一直在想，其实这个还算是纪录片吗？要一个人面对一个题目，然后一段时间，就是有时候还是会太执着某个点。我觉得频道就是一个有非常大的包容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你在这个故事里面要把那个冲突点，记得不要用讲，你要观察出来，然后给观众看到这些东西。因为你去拍的话，你在这个脑上一定会被贴标签的。你在前期可能1-2个月的时候犯错，但是你听完导师的意见之后，你又可以马上改过来，或者是你可以抓到说，好，我现在的盲点在哪里？我觉得有人可以提醒你盲点在哪里这件事情，对于年轻的创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工作坊的方式，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我从提案的时候，我就可以观摩到大家的思考方式。就是如果听他们每一次提案或是剪接会议的话，我自己也都会做笔记。还有我觉得私底下的交流，我觉得那是很好的能量，因为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就是走得那么远。他们对于那个镜头的想象，然后那个受访者跟那个环境的关系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打开了一个我的对于纪录片的认知，但同时间也给我很大的压力。哇，好厉害哦！就感觉我就是好像差很多耶，但是我还是努力的把这个东西想要做下去，这样子。有一次有一个老师讲到说，他那时候看我们的片的时候，感觉我们跟他相处到一段时间之后，他已经
习惯了他们应对我们的方式，他也习惯了镜头拍摄之后，我们要怎么再去突破这一个习惯，或者是我们要再怎么跟他们熟悉、有一定了解之后，然后再看到更多不同的可能性。结果应召站被破获了啊，就是我啊。我蛮相信一件事情，你要拍剧情片之前，你必须受过纪录片的训练。就是你就算看，你不管是看剧情片还是纪录片，你看的都是一个人的故事。我觉得就是脱离不了人。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对人真的是要很感兴趣。自己拍的纪录片类型通常不是什么要讲一个议题，反而最容易打动我的是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努力的人。客人在哪里？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有我很意想不到的一面，就是他的房间就是反映了他的心理状态。从他的一些心理状态，就是可能也有看到我自己的影子。那幅画后面的一些字，现在是已经离非常远的事情。觉得我们在跟他们认识的过程中，就是一个我们一直不断动态调整我们自己对他们的观点，然后我们也重新再认识我们自己，然后重新再建构这个故事。每次跟他们相处之后，都会有不同的或是更深的一些体悟吧。我觉得，就是我相信剧情片有它的力量，但是我在纪录片里面找到一种我之前在剧情片里面从未感受到的一个感动。下次见到你们就是小孩出来的时候，对，明天就看到了。然后当你实际去拍，然后跟那些被摄者有互动，我觉得这个连结是很强的。我透过纪录片，然后可以去看到其他人的生活，而且是一个很细微的生活层面。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每次都觉得拍纪录片很幸福。你再出发吧。以前失败的，现在也失败，但此刻我依然觉得如此美好。这个。其實我好多嘢都好想同佢講。